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欣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一下关于2024龙年你需要知道的事。今天呢，我们会来为大家连接来自宇宙当下为全年给出的一个整体的能量的提示。那么在农历年2024里面你的一个整体能量运势会是怎样的？在全年的2024会有怎样的挑战？会有如何的机遇你将遇见？那么在全年的2024，你坚持，你努力，宇宙又会给你如何的好运？给你怎样的能量的加持，来帮助你实现你的目标，来帮助你找到你的天命之所在呢？那今天的占卜呢，我们可能会包含的内容比较的全面，而且呢，可能会因为你的能量的不同在每一副牌的能量里出现的内容也会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呢，如果你对整个2024年感兴趣，想要在这个地方听听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提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一起来选择关于2024龙年宇宙当下给出的信息，你需要知道哪些重要的信息。好，那今天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也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4副不同的牌组里。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第4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呢是第3组，然后呢是第4组。好，那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择的能量宝石，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呢是一颗虎晶石。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宝石是虎晶石。那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宝石呢是天使光水晶，蓝色的好，再来呢是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宝石是大黄蜂碧玉。OK， 这个是大黄蜂碧玉。然后呢，第4副牌的朋友，这里是美丽的孔雀石。好，那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我们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关于2024这个龙年，我需要知道哪些重要的信息呢？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我需要当下提前知晓？请宇宙给出全年能量的指引，关于我的挑战还有机遇。那么也希望呢，宇宙能够给出关于全年好运的一个加持。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4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个牌组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跟自己最有对应，
最有连结呢？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啊，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在选牌的时候，如果对于某一张牌卡然后呢另外一颗宝石同时的都感觉很有对应、很有连接的话呢，那我会建议你都听听看，因为有可能呢你的能量和讯息确实是被分在了2个不同的牌组里。也就是说，你点开2副牌组的内容来听，你都可以找到跟自己有对应和连接的讯息。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关于2024这个龙年你需要知道的事。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美丽的虎晶石。那么虎晶石它的能量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勇气。那么有了老虎的眼睛作为你能量的加持，我想第1副牌的朋友2024年你将无所不惧。那么这个虎晶石它所代表的能量就是克服所有的恐惧。我们人呢有的时候在生活里其实恐惧和不怕就在一瞬之间。当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拉低自己的频率，很多事情在恐惧的指引之下，我们可能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那在生活里，尤其是面对重大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怕，我们拥有勇气，那么我相信你将用你的勇气战胜一切。你也可以在爱的能量和频率当中，我觉得是做出最准确的，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无论是对你还是对于整体。好的，那么这个虎晶石就送给第1副牌的朋友我们放这里 OK。 好，那第1副牌的朋友，让我们来看今天的主牌，你们抽到的能量宝石就是这个勇气。这张牌卡其实它非常的壮烈，也非常的壮观如果你去过大海边的话，如果你在礁岩石上站着的话，或者是你站在上方看这个海水拍打这个礁岩你就能够知道这个力度有多大。当前呢，在这个勇气的能量里，我们看到的是海岸线这种礁石承载着巨大的一个海浪。那么这个能量它所指的是第1副牌的朋友，2024年我觉得你的能量就是无所畏惧，而且呢在你的能量里还有屹立不倒。 OK， 无所不惧，屹立不倒。那也就是说，在我们2024年，其实这个年可能会有一些人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你可能会看到他们的衰败，或者是看到他们的陨落。但是呢，第1副牌的朋友，请你相信自己，你所看到的外面的镜像，它并非是你。OK， 因为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能量的整体我们在讲能量的运势，它会有变化。有的时候呢是他们陨落，你上升；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比较平淡，但是对方却非常的好。那第1副牌的朋友，我在你的能量当中读取到的就是你的稳定性，你的屹立不倒，你的所谓的面对，勇敢的面对。所以第1副牌的朋友2024年，如果说你感觉到有一些事情仿佛已经有一些冲击力在向你这边走来，或者是你已经感觉到这个巨浪一波比一波要汹涌的话，那么请你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们在讲水涨船高，那如果对方或者是外界的能量变强的话，你要知道你也可以遇强则强。第1副牌的朋友我觉得2024年呢，你的一个这一年时间你的一个能量的感觉给我的这个运势就是去勇敢的面对，不是去逃避，不是去转变，而是我看到你是在不变当中去承载和承接这个所谓的变化，而在这种不变当中，你将赢，或者是你将 emerge 出现。能量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意思比方讲，如果你看到外界的能量他们都很厉害，那就算你不变的话，可能你也会觉得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吧？那相对应的如果说你的这个环境里别人都退下去了，而你却屹立不倒，那么相对的，你是不是就水涨船高了呢？
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从你们的这个能量当中，我读取到的就是在屹立不倒、稳中不变当中，其实你是相对的往前推进。OK， 这个就是我读到最明显的，也是最强烈的一股能量啊。我觉得是从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这边啊，我感应得到的。Courage 勇气送给你们啊。好，那我们看了今天的主牌能量呢，我们就来通过塔罗牌具体的看一下它的显化会是如何的情况啊。让我们一起来连接来自宇宙的能量，关于这个2024龙年啊，农历年龙年你需要知道的事情。OK， 我们来一起啊。好，紫宇宙给我们指引。哇，这牌有点多哈。OK， 第一张牌世界，那第一张牌呢，就是这个世界啊。世界牌呢代表着成功，世界的这个牌卡呢也代表着一个结束，而且这个结束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周期的一个完结篇。那么世界牌呢也承载了所谓的承前启后，还有这种传送门这样子的一些很重要的能量和信息啊。那么在这里呢，我读到的是这个。首先吧，第一副牌的朋友啊，2024年其实你周围的环境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或者是说你感觉到一些冲击力。但是呢，在这些冲击力里面啊，你并不会所谓的退却，甚至可以讲你会比之前的你更加的勇敢，更加的无畏。那么在这里呢，仿佛你在承载着你人生的前一大个阶段的最后一堂课。这堂课将会是最凶猛的一堂课，这堂课呢也将是最有挑战的一堂课。那么相对应的，在这个人生的课堂里，你也将收获的最多和最大，因为在这里你将完成一个巨大的，我觉得是画一个人生章节的句号。在2024年，你要做的就是去完成最后的这堂课，并且成功的去结业，拿到宇宙给你最大的一个好运。OK， 那么在2024年呢，我感觉到有一些朋友，其实你们会，可能在生活的地方就是要为自己发声。如果你觉得你之前已经在为自己发声，已经在勇敢的去做自己的话，2024年你会更加强烈的有这种能量的感应，要为自己去站起来。那么当你的能量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甚至会鼓舞你周围的人。你甚至会帮助那些可能不信的人们，去帮助他们发声。能量的这个转换呢，首先是自己管好自己。那么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照顾别人了。所以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2024年其实这个所谓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你而言是共存的。当你的能量强大到一定时候的时候，那么你的肩膀，你的这种能量的层级将可以影响保护更多的人。在世界牌这里啊，我感觉到仿佛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会是站在前面的那个人，你会是那个最勇敢的那个人。所以2024年你有可能会往领导的方向去前进。你的这种领导能力并不是说你被选中，你被别人托起，而是在你自己能量足够强大，越来越强的状态之中，你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光，成为了别人眼中的那个依靠。所以说你看在这个地方啊，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2024年其实你会变得更加强，你的能量很像光之勇士。对，光之勇士就是你是那个强大的光亮，那么你在那个地方本身就是能够带给你自己，也能够带给你的周围强烈的一种安全感。对，那么世界牌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在你生活里啊，应该是全方位的一种全方位的一种稳定加固，然后呢是突破重围。我们的世界牌这里其实是有4个固定星座嘛，那么固定星座呢，他们都有各自的执拗，他们都有各自的一种建立，他们都有各自的一个所谓的
要去打造的一个方向啊。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生活里面你会在各个层面吧，我觉得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稳定。有可能呢是你生活的基础层面，有可能呢可能是你跟别人的这个感情，也有可能呢是你想守护的这一寸这个比方说这个人际关系啊，这个圈子呀，或者是你的这个朋友啊，你的社区啊等等啊。那么我觉得在你各个生活的方面，其实都是稳定的去加固，稳定的去保护他们，不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种所谓的守护和保护的力量将会让你的2024年非常的成功。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好，又是一张大牌第二张牌呢是 Hierophant。刚才我就连接到当你的能量呢强大到一定时候你就有可能会去引导别人。所以呢，2024年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是稳中求进。那么在稳定求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会有更多的精神觉悟，或者是说有精神觉醒、精神的领悟。大主教这张牌呢，它是一个精神领袖，是你的这种屹立不倒的决心，以及你的那种精神状态我觉得是赢得了别人的认可，也赢得了你人生最后的这一次挑战。Hierophant。那么2024年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会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的领悟，有更多的我觉得是连接你的高我，连接宇宙，他们对你的真正的一种传递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能量的一种传递，我们都是宇宙能量的一种显化。2024年你将会对这个所谓的声音，你将对所谓内心的这个召唤，你将对所谓的这个天命更加的有感觉。Hierophant。那么2024年呢，对于你来讲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一年。你的学习更多的是两个方向。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学习方向是自我精神的成长，也就是你要对你自己的生活，你要对你的这个意义，你要对你的这个精神 OK， 对世界观、大局观，你自己的一个个性将会有更多的成长。你将变成一个更加成熟、更加接近于你理想的那个存在。第二个成长呢，就是领导别人。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仿佛在你的能量当中看到了你会引导别人，你会帮助别人，你会指引别人那么你的这种好心，你的善意将会迎来非常多的粉丝我觉得是粉丝，或者是迎来很多爱你的人，迎来很多尊敬你的人，迎来很多想跟你一起前进的人。所以2024年我觉得你的朋友新朋友、老朋友 OK， 你不经意之间 OK 会结交的这种精神连接的这种朋友会很多，好吧来我们来看2024你需要知道的是来自宇宙的具体指引感恩宇宙。我们看到是金币侍者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非常强烈的，它是在讲2024年呢，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将突破重围，或者是说你将屹立不倒就是所谓的这个冲击，所谓这个外面格局环境给你的改变，不会让你就是发生巨变，不会让你所谓的被他们冲刷走，而是你会在这个地方稳定。那么在你稳定当中呢，其实你会完成一个人生当中的最后的一个课堂。刚才我讲过嘛，世界它代表着完结，那么完结之后我看到了新的机会。2024年呢，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会有新的机会。这个机会不是说你改变了原本的方向，这个机会更像是你在原本的生活方向里面你站住了，你稳定了，所以才会有新的方案，新的合作，新的机遇我觉得是找到你，或者是你发现了可以有新的机会。其实在你的这个生活里，2024年你可能会看到很多被冲刷走的就是被这个淘汰掉的，或者是被不得不去变的就是被逼的不得不去变的一些人或者是事情
那么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呢，你的决断和你的能量更多的是不变，而在不变当中呢，新的机会会出现，新的机会的出现呢，会让你探索，会让你有新的学习的方案，有新的学习的契机，你也会在这个地方2024年我觉得是拥有更多实践的机会有更多实践的机会。也许当你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被别人看到以后，那么他们就会把更加有重要性的更加关键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分配给你，或者是把这个机会和责任放在你这边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你的挑战，新的挑战和新的机会是共存的。当别人把责任给到你那么这个东西既是你的机会，也是你接下来要去承担的这个重量，对吧？这个是金币侍者。好，最后一张牌呢是圣杯侍者这张牌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对应，如果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你是单身的话，那么2024年对于你来讲将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桃花年。OK， 将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桃花年。在2024年呢，你将有机会遇见对你感兴趣的人，你将有机会遇见你喜欢的人。那么这个感情的状态呢，它的这个温度是刚刚好的，是朋友，是暧昧，是两个人心灵相通是两个人心灵相通。那么从当下的能量来看呢，2024你的桃花最有可能出现的呢，是来自于你的工作、学业、生活，还有就是来自于我刚才讲你有可能遇到一个很迷你的人迷妹和迷弟我觉得是迷妹和迷弟这种感觉。是什么感觉就说你2024年其实很强嘛，我觉得你是战神的能量2024年喜欢你的人呢，其实是有一点像暗恋你，有一点像是尊重你，有一点像是很钦佩你，有一点像是我觉得是那种心里很喜欢，但是又不敢轻易的靠近的那一种。OK， 所以2024的桃花其实可能能量里会多一层暧昧和暗恋的能量隐藏在其中。OK， 那么如果是当前有恋情的朋友那我觉得在2024年的话，这个恋情的能量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展开。因为圣杯侍者的能量呢，它讲的是有关于情，那金币侍者的能量呢，讲的是有关于我们的3D 世界里的物质或者是3D 世界里的一些价值观世俗等等那么当情和或者是土跟水同时出现的话，那么这两个能量我觉得是所谓的面包跟爱情一起在同步的往前推进所以是面包和爱情都会有机会。2024年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是你们给自己争取了好的机会，是你们的勇敢给自己争取了更多的可能，也是你们的勇气让你们可以完结生命的最后一个我觉得是历练的章节吧。你也为自己打开了新的人生方向。所以呢，在这里就提前的先祝福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能量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关于2024农历年这个龙年你需要知道的是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具体指引和信息。感恩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哇哦，好，第一张牌关于这个龙年如果有一些朋友当前呢有一点欠债的话，或者是你当前信用卡可能稍微有一点透支，又或者是比较重大的，比方说车的这个贷款、房屋的贷款那么我看到是2024年呢，其实你是有机会把它给还清的你有机会是还清这个贷款。那么还清这个贷款，你看跟我们的这个世界牌的能量是有关联的。世界讲的是一个周期的结束。如果你之前的生活有贷款或者是有债务的话
2024年的这个结束代表着债务生活的完结。也许这个所谓的债务生活让你非常的拖累，让你非常的辛苦。OK， 2024年呢，你的勇气、坚持、挺过去啊，我觉得你的债有可能就还完了。然后呢，新的机会也会出现。人呐，如果有很多的债，有很多的压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创造力是会被束缚的。当我们没有债，没有贷款，我们是轻松的，对吧？那么我们的创造力就会被激发，就会被激活。那么随之而来的将会是灵感 ，Page of Cups， 将会是灵感，将会是机遇。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 ，Debt paid off。那么2024年呢，我觉得是宇宙为你打开这个债务，或者是打开一个业力的一年啊。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在世界里啊，我刚才讲过，你完结人生最后一个挑战，最后的这一个所谓前一个阶段的章节，你的成功完结，宇宙是会给你礼物的，宇宙是会给你能量加持的。那么这个能量的加持，我看到第一个地方啊，就来源于宇宙要为你打开一个业力的束缚和捆绑，要把你肩头的这个重力和压力给它拿走。还有一些朋友啊，如果说这个能量呢，是我刚才听到的，就是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个不好的习惯，甚至这边当然是很少的朋友，我只是去举个例子吧。如果你觉得对一些事情你上瘾了无论是这个消费一直在消费，这也是一种上瘾吧，或者是一直在喝酒，这也是上瘾吧，或者是一直就是我们所谓的没有精神吧，然后你用其他的东西去麻痹自己，这也是一种上瘾吧，对不对？那么如果这种不好的习惯我觉得你生活里你很想去让自己积极起来改变一个生活习惯，改变一个作息的话，2024年宇宙将把这个压力拿走，那么你将有更大的机遇，更大的一种可能性去突破自己，打破当前的束缚，打破原有的一种，我觉得是那种像无形的压力就是压抑着你你没办法飞起来，你没办法跑起来。那么2024年，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重大的石头压在你身上的这个东西被拿走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能量里也是很清楚的，从这边的2个大牌出来以后，2个侍者的能量讲的是新的能量 OK， 新的出现一个年轻的能量。所以2024年我觉得很多朋友当你完结这个所谓的世界牌无论是这个业力也好，是这个人生最后一个课堂也好，当你成功的站起来，成功的就是说不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能量变得年轻，你会感觉到自己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可能 OK， 所以2024年我觉得是一个希望的一年，也会是你努力我觉得是看到成果的一年，一切都将被你坚持过来，挺过来，柳暗花明又一村。对，好，我们来看一下OK， 来第2张牌，这个牌还真的是我们第2张牌呢抽到的是学校。那么 Hierophant 的能量呢，我刚才讲是学习，对吧？是有关于学习。所以2024年第1牌的朋友你的能量运势当中也有学校你有可能会被学校录取，你有可能会在学校里面找到新的机会 OK， 你也有可能自己会主动的找到在学校里的，比方说你想学什么，比方说你看到这个机会你要通过这个上学给自己充电 OK， 给自己充电。那么宇宙当前还有一个能量也很重要，如果你当前在心里有一个疑问，无论这个疑问是从小的疑问还是到人生的大的哲理宇宙说学校里有你需要的答案 OK， 学校里有你需要的答案。哪怕有些朋友这边是想要问一些当下跟学习没有关系的问题但是呢有可能这个答案却在学校里OK，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2024年你去感觉，你去寻找，你去打开。那如果你真的找到了这个答案的话，那也请你留言跟我们分享这个好消息。OK， 学校。好，
哇，第3张牌啊，其实我刚才有这个感觉耶。我是觉得有些朋友啊，也许你的恋情啊在学校里，那么当前呢，宇宙有肯定了这个讯息。2024年呢，你会有爱情啊，特别是单身的朋友吧，或者是说当前在感情里觉得说想要去寻找自我，或者是需要去真正的感觉到这个爱的能量啊，需要去打破之前感情给你的束缚。2024第一副牌的朋友 ，OK， 你有爱情。爱情有的时候跟所谓的桃花、情缘都是不一样的。爱情是双向奔赴的啊。什么叫爱情？是你爱这个人，这个人也爱你，并且你们2个人有机会相遇，还有相处的可能性。那么2024年呢，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爱情的能量啊，你的爱情生活将会是你全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笔。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非常希望自己可以着眼于学习，着眼于学业，或者是把事业弄好。但有的时候呢，爱情就是在不经意之间。有的时候呢，我们苦苦寻找，可能还找不到。当我们放下这个所谓的寻找，只是去做自己，只是去让自己变得更加美好的时候，爱情反而会悄悄的跟着你走。那么我们这张牌讲的是，当前你想问宇宙的这个问题，可能有关于爱情，可能有关于你的浪漫生活。那么宇宙在讲2024年你的感情生活，你的爱情生活 OK 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所以如果当前有感情关系的朋友2024年我觉得你的情路会更顺哪怕这个情路里这个能量呢，因为是大众占卜，我就不去展开讲，因为毕竟有一个世界牌嘛，还有这个 Hierophant。我觉得有些朋友也许你是去完结了这个爱情的长跑你跟这个人无论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之前不能够去完成这个庆典，完成这个婚礼 ，OK， 真正的去签下这个契约，或者是真正的2个人牵手走到一起。2024年呢，宇宙会帮你把这个所谓的挑战，或者是这个阻碍给拿开，你将有机会跟这个人成功的走入新的情感世界。而在 Hierophant 这里呢，又有所谓的仪式、婚礼的能量，对不对？所以2024年第一副牌的朋友结婚的能量在这边是有的你跟这个人有可能是可以修成正果的。单身的朋友，2024年你的爱情运势是相当好的是相当好的。所以2024年我们刚才讲有可能遇桃花嘛，那么这个桃花对于你来讲，它不是一朵简单的桃花，这个桃花有可能是你的爱情，它也有可能在爱情当中承载着你情感生活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篇 Hierophant。 这个人可能会是传统的、保守的、注重精神连结的一个对象。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2张牌。关于2024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来，我们来看一下。好，自己说给我们指引。关于2024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第1张牌 Devil Devil。 那么在这个 Devil 的能量当中其实我觉得2024年的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来讲，你们一定要让自己就是说扛得住，或者是说让自己可以去拒绝不好的能量对你的影响这张牌我听到是这个意思。因为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全年吧，你的主能量是勇气。勇气是什么？是能够承载惊涛骇浪，是能够在巨变当中去保持自我。那么2024年，其实我可以在这张勇气的牌里看到所谓的冲击力。那么这个冲击力它所带来的形式，对于你来讲，有可能是变化，也有可能是诱惑，也有可能是束缚Devil。那么宇宙呢，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对你的一个重要的提点吧，就是一个小小的提点。2024年呢，你是可以战胜这所谓的冲击的，因为你有勇气你有勇气加深。但是呢，不是说这个能量是可以去逃避的，或者是可以去一跃而走的。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有一个
仿佛是一个关卡吧，应该这样讲。包括这个世界牌，我也是这种感觉啊。我觉得是有一个关卡在这个地方会先卡着，或者是先把你放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是一个挑战，最后的那个闸门，对，就是这个闸门。这个闸门呢，它的这个形式，它的能量是很强的。那么有一部分的朋友呢，我觉得是正面的冲击，就直接啊会冲击到你这边。那么你要做的是勇敢的面对，甚至是正面的迎击它啊，用你的光亮，用你的能力去迎击它。但是我觉得对于还有一部分朋友来讲呢，这个 devil 我觉得它的能量可能更加的是一种像是诱惑，一种所谓的去用你喜欢的东西去勾着你，或者是去诱惑你，去限制你。那么在这里呢，无论是这种冲击力也好，还是恶魔的这种能量的干扰也好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挺过去啊！这个呢是你这个很长的一个人生章节里的最后一个地方了，你已经快走完了。所以这个 devil 出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能量的干扰。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好的能量啊，我觉得 devil 放在这个地方就是去承接好能量之前的最后一个挑战啊，挑战跟机遇共存。 devil 就是你2024年的挑战，你要去不受诱惑，你要去不被他们影响啊。而且这边呢，我还听到一个信息吧，大家参考一下，就是去识别朋友，识别小人啊，说简单点就这个意思。因为现在的这个 devil 给我的能量是一个眼睛，一个你看这个眼睛是白色的啊，其实就是在代表着可能人有两面性，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看起来很说甜言蜜语的人，其实他心里想的却很邪恶，对吧？那有些人呢，可能看起来啊，他给人你的感觉是语言很难听，或者是说语重心长说一些刺激你的话，但是他的动机却很善良，却很保护你，对不对？那么2024年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的精神成长，你的个人成长也来自于去识别谁才是你的朋友，谁才是所谓的这个恶魔，对不对？你要能够在这个人世间，你要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去做出你的判断。这个呢也是你智慧成长的一个挑战和课题这个是 devil。 好，第二张牌，关于2024你需要知道的事情。那么第二张牌呢是这个我们就叫它黑夜吧，好不好？这个是 Black New Moon。 这个 Black New Moon 呢，它讲的是灵魂的暗夜灵魂的暗夜。2024年的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有一个黑色的力量可能会在你的这个能量当中给你最后的一次冲击。那么最后的这一次冲击呢，其实是把你带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新的能量磁场，一个新的我觉得是生活的全篇。那么在你去真正的迎接你生活全篇，刚才我们讲了很多那么在这之前确确实实是需要你去做一个转换的。这个转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 Black New Moon， 所谓的灵魂的暗夜。这两个灵兽他们经历了很多的成长，他们也经历了很多所谓的挑战。他们曾经呢也一度跟人类一起去探险，去求知。那么当前呢，他们在这个大祭司的一个所谓的部落里面他们看到了很多，你看这个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灵魂，就是在把他们往下拉往下拉。跟我们的这个恶魔的能量非常的接近就是这个恶魔可能就转换成这种再往下拉。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火焰它代表着灵性它代表这个灵魂还有多少力量呢？所以当前呢，在这个 Black New Moon 里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光，它就在这里，所以是屹立不倒，不受他们的拉扯把你扯下去。你看这个小 New Moon 就是往下看还是说能够坚强。我这边还看到了一些所谓的善意因为他们是灵兽嘛，他们已经习惯了去帮助人们，保护人们。那么这些所谓的这种黑色的灵魂，他们在向他招手，想让他帮忙或者是诱惑他。那么有一个小小的灵兽呢，可能有一点想去帮他们，但是要知道他如果走下去的话，他自己就会被他们拖下去。而另外一只灵兽呢，是站在这里屹立不倒，
等待着这个白天的降临，等待着白昼，等待着这个我们所谓的暗夜，灵魂的暗夜走了以后呢，就是新的光明和光亮是希望。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2张牌一起出现在这里它暗示着第一副牌的朋友2024年呢，这个所谓的灵魂暗夜里面，你也要小心和谨慎，你的善良是对谁的。如果说这个善良对应的是这个 devil， 是这个恶魔的话，那么你有可能会被他拖下水。所以呢，在2024年给你的考验第一副牌的朋友，它可能非常的不同，它的能量有可能是以冲击的形式，也有可能是一种去诱惑你的善良的形式，把你拖下水。那么你要做的，第一副牌的朋友，只要你记住就是这个2024年，只要你记住，你不变无论是什么样子的能量，你不变，你刚强，你稳定，你就能胜，你就能赢，你就能够我们所谓的在等待里，在屹立不倒当中迎来这个彩虹，迎来白天，迎来白昼的降临。那么你就会在这个地方超越 transcend 超越。所以2024年呢，我今天连接到这个能量，我觉得还挺有感应的第一副牌的朋友2024年呢，其实是你的一年，可以讲是挑战年，但是我也能够感觉到在挑战的后方有非常好的机会，可能也有你所谓的心愿达成的美好，也在等待着你走近，也有很多精神的成长，精神的连接，包括你个人的一种，我觉得是朝向新的方向的一种进发，人生新的旅途的开启在等着你去前进。所以呢，在这里就提前的祝福第一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祝你们成功。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非常美丽的天使光蓝色水晶。好，那我把它放在这里。OK。今天呢，要来为大家连接的能量是来看一下关于2024年农历的龙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需要你去知道，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首先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天使光水晶，它代表着一种宁静，但是呢，在蓝色天使光里面，宁静当中呢又带有闪亮天使光水晶的能量呢是 lighten up， 是闪亮，是照亮，闪闪发光。那么在闪闪发光里面，我们加有了蓝色的能量我觉得是更加的宁静，更加的平和，去迎接闪亮，对，做那个最闪亮的自己很宁静的，然后呢是淡淡的美好，但是这种美好呢又让人心里很平和，对吧？所以我觉得有非常强烈的一种安宁和美丽。好 OK， 来看一下今天第2副牌的朋友为你们抽到的主牌，今天呢是蓝蝴蝶这个第2副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的是蓝色的蝴蝶。那么在北美的土著民他们的文化当中呢，这个蝴蝶带有特别的意义，他们呢往往会向蝴蝶许愿向蝴蝶说出自己的心愿。那么蝴蝶呢，据说会把这个讯息带给天堂让上帝听见人们的细语。然后呢，这个所谓的心愿呢，被上帝听见，就会帮你去实现了所以你的心愿，你的愿望将得到神的帮助。所以呢，这个蝴蝶，特别是蓝色蝴蝶，它就变成了上帝的信使。OK， 那么当人们看到蓝色蝴蝶就会默默的向蝴蝶许下这个心愿。所以呢，在人们的眼中，蓝色蝴蝶变成了幸运的一个标志。它代表着一个心愿即将实现 OK， 同时呢，蓝色的蝴蝶出现蓝蝴蝶也挺少的，所以呢，它代表着好运的降临。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2024年里有关于心愿，有关于改变这2个信息的能量，我觉得是非常重的。也许有些朋友第2组牌的朋友，在你的能量当中，你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愿，而这样子的心愿呢，又跟转变有关，或者是说在2024年，可能很多朋友，你们慢慢的就会发现，你想做出巨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它不是那种，比方说换一个什么材料啊，或者是换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条件呢，简单的变化一下，不是。蝴蝶的转变是从毛毛虫变成长着翅膀的美丽花蝴蝶，它的变化是巨大的，是完整的。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变化对于你而言，2024年将会是颠覆性的，而且我觉得是蜕变中的美丽重生是蜕变中的美丽重生。好，那么来看一下具体的，我们来问宇宙，2024年这个龙年的这个龙年你需要知道的是来自宇宙当下给出的指引还有讯息。好，新宇宙给我们指引。OK， 第一张牌，太阳牌这张牌呢是非常积极、非常正向的我觉得是成长。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的这个改变当中，伴有非常强烈的积极正向的成长。2024年对于你来讲是成长的一年你的成长将为你带来蜕变。OK， 你的成长将为你带来蜕变。2024年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了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好心情。也许你们想要这个改变，你们期待这个变化已经很久，因为各种原因，可能你没有办法让自己蜕变，或者是在蜕变的过程当中，你遇到了阻力。可是呢，2024年呢，这个龙年对你来讲，你将去全面的打开自己的这种变化，你将全面的去提升自己。OK， 那么在你的能量磁场当中，我看到了这种阳光般的光亮度那么如果你的工作是需要流量，有一定的客户的量就是你需要去有这个人气，对吧？那么这个能量在2024年会非常的有利于你你需要的人气，你需要的关注度，你需要的流量将非常的巨大。太阳牌好，我们继续来看2024年你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来听宇宙给出的当下讯息还有指引。好，我感觉到是这张牌。第二张牌呢是女祭司女祭司的能量呢，其实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有非常强烈的智慧，也有所谓的不被能量干扰和缠绕。因为女祭司的能量非常的远离，女祭司的能量会有强烈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来自于孤独当中，或者是独自独处当中的一种宁静。什么样子的人呢会有智慧？什么样子的人呢能够活得雅淡？就是那种清心寡欲的人。OK， 清心寡欲这4个字不是说一定要尽善，或者是一定要远离尘世间清心寡欲或者是内心平静的人，往往呢会我们打个引号大隐于世，在这种我们所谓的人群当中，在所谓的这种城市的喧嚣里面，保有自我的一份宁静和断定。OK， 所以女祭司的能量出现以后其实我感觉到了第二副牌的朋友，2024年对于你来讲将会是美丽的一年。2024年你将让自己变得非常的美丽，在自我成长、自我蜕变当中去拥抱你的美丽，去认可自己的特别。女祭司也有一点点所谓的自我欣赏，对不对？其实自我欣赏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去欣赏自己的美，而是去打压自己或者是羡慕别人的话，那么这个生活是多么的没有意思。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去看懂自己或者是欣赏自己的美的话，谁还能真正的喜欢我们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能量里我感受到的强烈的自爱，爱自己，接受自己。无论当下的你任何的状态和条件是什么样子的，第二副牌的朋友，我想告诉你，好运将在2024年降临在你的生活。无论你想在什么方面去做出巨大的改变，身体上的、心灵上的、精神上的、情感里的，
你将能够去获得这份好运，上帝将听见你的心声啊，或者是我们在讲宇宙啊，无论你想要这个能量变成什么样子的一个代名词，我觉得是有更高维度的能量会听见你的心愿，它将会跟你在地球上去显化出这份美好。女祭司，所以你看，在蜕变的过程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华丽的登场，不需要别人给你的赞扬，不需要别人给你的掌声了，而是你知道自己的价值，你知道自己的美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也是所谓的我觉得是从内到外吧。也许第二副牌的朋友，当下你很需要，或者是说也许在这个外界的环境里，你需要什么掌声啊、流量啊，或者是人气啊，但是我觉得在你的心里，其实你根本就不需要。至少在2024年，我看到你的心态当中是如此的独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需要别人的肯定，对吧？来找到我们的这种价值。但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只有当自己第二组牌的朋友，可能这个能量你自己慢慢在2024年就能看懂看开了啊。只有当自己肯定自己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感受到这种被认同、完整认同的那种快乐。好，来，我们来继续看牌啊。OK， 第3张牌是宝剑皇后。对啊，这边我觉得有很强的这种风向能量啊。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那种不轻易的去讨好任何人，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有自己的一个非常，我觉得是有智慧的决断啊，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审美，有自己的所谓的决心。那么在你这个地方，很多事情都不会是模棱两可的。2024年到来以后，你将为自己做出非常多重要的决定。这些决定并不是感性的，也不是冲动的，这些决定是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看得很清楚，看得很透彻。这样子的一个理性的你啊，将在2024年，我觉得是稳定的。你看蓝色啊，稳定的、平静的、平和的，迎接自己人生的一个巨变，以及拿到自己，我觉得是生活当中的美好。你将在2024年其实得到非常多的重视啊，第2副牌的朋友。但是呢，我又觉得你的心里也是不是特别的去怎么讲呢？就是不屑于别人给你的这种 OK 掌声啊，或者是别人给你的这种拍马屁啊，或者是别人去迎合你啊，我觉得你不是很在乎。因为可能你知道这个所有的变化啊，以及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你所经历的这种磨难，或者是你所经历的这种挑战，对吧？辛苦，只有你自己心里懂。他们只是看热闹，而你才是实实在在的那个主角。对，好，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呢是宝剑骑士啊。这张牌呢，其实我感觉到就是说在2024年会有跟你非常志同道合的人，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想去向你靠近。那么这个靠近的能量有可能是想跟你合作的人，这个靠近的能量呢，也有可能是在情感当中想去了解你的人，这个靠近的能量呢，也有可能是说在生活当中当你的这种魅力，当你的这种个性吸引力达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在众多的这种人群和关注之下，你会看到很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想要去跟你一起，或者是想要去听你的声音，想要来寻找你的帮助，因为我看到你的能量比他们要高很多。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2024年你的这种蜕变，你的这种转变将会是全面的，将会是从里到外的。无论是你的身体，我们在讲这个外形，还是说你的精神 OK， 你的这种成长，你的智慧，还是说在情感当中你的成熟度我觉得都是全方位的一种提升。那么在人际关系里面我觉得2024年其实对于你来讲，你会吸引到很多的关注我感觉到了有很多的人都关注于你，
而且呢，在这边还会有很特别的1、2个人呢，他们对你可能是特别的喜欢。这种喜欢呢，我觉得是很像崇拜，这种喜欢呢，也比较像是一种，就是对你有很强的这种尊重啊，有尊重的能量，因为你的能量真的很强啊，真的很强。我们看到是皇后的能量嘛，你的能量就像是啊，站在这个权威的座椅当中高高在上的啊。那么2024年呢，其实真正会想跟你接近的人，不是说 OK 比你高很多，然后你去伸手去往前走啊，去向他们靠近，而是你的能量会很高，而别人会想向你靠近，他们在下面想要去靠近你，想要去跟你亲近，想要去跟你连接。OK， 所以说对呀，2024年对于第2副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高光时刻的一年啊，蜕变成功，然后也是你人生的一个，我觉得是很高的一个能量的点啊，这是一个高点。你在2024年，我觉得是能够看懂很多的人性，也能够去享受，我觉得是自己的那种美好，所以是在平淡当中，心态很好啊，去享受这种美丽，去享受自己的成熟，去享受自己的美，去读懂啊，我们在讲属于自己的人生哲学。对，我觉得2024年会是这样子的一年啊。好，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2024年啊，来自宇宙的指引，你需要知道的事有哪些呢？我们来听宇宙给我们一些具体的讯息。好，感恩宇宙。对，这张牌其实我刚才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看到你的能量很高，又是一个风象的皇后啊，其实你的智慧、你的专业技能、你的比方说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在2024年都会达到一种高度，再加上你的高人气，所以呢可能会非常适合做咨询相关的工作，或者是说就算你不去主动的去寻找咨询顾问的职位的话，也会有人想去向你请教。我觉得你是被别人推上去的。OK， 这边啊 counseling 是你自己先走出了一条路，是你自己先成功的 OK 进行了人生的蜕变，所以在你蜕变的这个道路的过程当中，你就已经有资深的经历啊，可以去做这个咨询的工作。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第2副牌的朋友，宇宙在讲啊，2024年你会用非常温暖的词语，振奋人心的经历，是你自己的个人经历啊，去给出最美好的建议。这个建议是给想来找你的人，这个建议可能是喜欢你的人，这个建议可能是真的很希望能够像你一样成功的人。你不会吝啬你的经验，你不会吝啬你的领悟，以及你可能曾经啊就是吃过的亏，你都会非常愿意的去跟这些人分享啊，因为可能你的心态真的是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和你一样成功蜕变，你也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和你一样啊，能够去像当下的自己这样啊，活得淡定，活得勇敢，活得美丽。所以呢，我觉得在2024年呢，其实很多朋友在你自己的这个蜕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也锻炼出了自己的一种善良、共情 OK， 还有你的这种谦逊的心。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讲啊，其实越有本事的人，越有本领的人越谦逊啊，往往那种很浮躁的人其实反而会比较的傲气。那么2024年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积淀、有深度的一年。也许有些朋友你们会在，因为我这边有一些具体的能量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吧。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会在减肥方面啊，或者是自我形象方面做很多的功课。减肥本身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其实是要吃很多苦啊，吃很多亏，然后呢，也是非常考验你的毅力跟决心。
很多时候看起来的这个事情，无论是减肥还是工作还是什么其他的，它都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显化。真正这件事情，它的这个能量其实是修炼了我们的内心。就好比减肥这件事情，它修炼的是你的坚强意志，它修炼的是你能不能够克制，它修炼的是你能不能拒绝诱惑，它修炼的是你对自己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信念有没有够坚定。所以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在2024年真的是会有这种美丽的蜕变从内向外。当你可能是通过一件事情，或者是你想去修的一个事情，刚才我讲减肥只是一个例子，或者呢，你想在2024年逼自己去考出一个什么证书，这个证书又非常的难，对不对？那或者是你想去读一个什么专业，这些东西的话，它不是1、2天就能够完结的，它考验的是长时间的坚持，它考验的是你的坚强的意志力。所以说，当我们在2024年去完成自己的蜕变的时候你就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修身养性。OK， 你就是能够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时间里面让自己完成你人生当下的这一段很重要的蜕变的旅程。那么这个能量不仅仅是完成了自己的蜕变，而且也能够为你带来，我觉得是商机，我觉得是合作，或者是关于你心灵成长的一些能量的一种分享吧。在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能量它是会回来的。你的好的心愿，你的好的意念，最后会回到你的身边，所以你的好运的能量会不断的加强，会不断的升级。对，所以你看第2副牌的朋友，你的能量我觉得在2024年修的这个感觉是冷静的，是有智慧的，但是又非常的温暖。所以很多人呢可能喜欢你的原因，是因为你理智，你不会太过于感性或者是冲动，但是在你的只言片语里，在你的建议，在你的这种 OK 能量本身里面带有非常强烈的那种温暖、同情心 OK 理解充分的理解，你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那么这个能量呢，不仅仅能够为你带来我刚才讲的客户也好，或者是为你带来新恋情也好，对不对？或者是为你带来巨好的非常契合的商业合作，或者是人生的这种伴侣那么人生伴侣这个能量呢，我觉得也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人生当中的伴侣不仅仅只是一个恋人伴侣，我们还需要好朋友，我们还需要闺蜜，我们还需要心灵契合的这个同行者，对不对？所以这些人都算是人生阶段里的一个伴侣。人生的阶段并不是我们一个人去走，而是我们跟很多人一起手牵着手，大家一起向前，一起努力。好，我们再来看关于2024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你需要知道什么样子的事呢？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好，2024年呢，宇宙说你会有一个很美好的假期。有些朋友呢，会不会在2024年就是感觉很拼或者是说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你一直都很拼。那么2024年呢，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好的时间给你一个休息。这个休息呢，也有可能会带来因为我这边看到了有人喜欢你，有人想要去跟你合作所以是你被他们捧在手心，你被他们放在高高的这个王座之上就是宠爱你，或者是说想对你好，想要去表达他们对你的敬意。所以呢，这个 holiday 这个假期既有可能是你一个人的旅程，也有可能我觉得是有人陪伴着你你会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出去度个假，或者是放松一下。那么在这种离开 OK 放松或者是度假的这个时光里，你将感受到我觉得是强烈的疗愈，你将感受到自己在前一个阶段的努力的付出，我觉得是终于迎来了你想要的结果。这个 holiday 我觉得是蜕变结束之后才会有的是蜕变之后才会有的 holiday。 OK 这个假期也是你一种奖励你给自己的奖赏，或者是宇宙给你的奖励。你会有这个时间，你也会有这个契机所以有什么样子好玩的地方，有什么样子你一直想去的地点
OK， 无论是名胜古迹，还是我们所谓的世界那种非常神圣的遗迹那么2024年呢，你会有机会可以前往，好不好？你有这个运势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张牌，来自宇宙对2024有什么样子的事情想要给你指引呢？哇，这个牌呢是在讲疗愈自己，自己被疗愈，并且成为疗愈别人的人。Healing, healed, and a healer。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能量呢，跟最后一张牌我觉得是非常有对应的有些朋友呢，在2024年可能在你的工作当中会有一些很大的改变，不一定是完全离开之前的工作，但是呢，我觉得在工作的性质方面有可能会有一些转变。因为很明显呢，我看到在你的这个生活里，你在2024年会有去服务于别人，或者是提供咨询顾问的方式来帮助你想帮助的人。那么这条路我们刚才讲过，是你自己先做到，然后呢，你把经验分享给别人。这个能量呢，就跟我们第3张牌抽到的先疗愈自己，然后自己被疗愈，再成为疗愈别人的人，这个能量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呢，当前第2副牌的朋友，无论你在2024年想去完成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是想为自己做出什么样子的改变，这件事情你在2024年有好运的加持，你可以做到的同时，你还将去有机会帮助更多的人。因为在你的生活里当下的这个蜕变，或者是你想改变的这个基点它不是说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烦恼，而是你将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领袖，或者是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你的这个显化的能量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一个意志，还有很多你当前不认识的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可能跟你有同样的烦恼，你会比他们更先的完成这一次的蜕变或者是疗愈的过程。当你从这个地方走出来我们说转化成美丽的蝴蝶之后你将有机会把你的经历，把你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分享给他人，而且别人会想靠近你，别人会想向你学习。所以你在工作当中也有可能会做这个变化，就是从之前的一个什么工作变成咨询顾问相关的工作。因为这个能量里可能会，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是被推着过去有些朋友可能你们真的就会完全转型换一个工作，但是我觉得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加入一个顾问的工作，或者是加入顾问的生活的一个部分来帮助别人，这也有可能是你天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OK， 你在人生当中，如果当前第2副牌的朋友，你还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一个大的方向比方说你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的话，2024年当你去完成自己心愿的同时，有可能你会找到自己的天命，你将看到自己其实最想做什么，最喜欢做什么最擅长做什么。你有可能是一个通过自己疗愈过程当中去发掘自己疗愈天赋的一个人。OK， 你是一个疗愈者你是一个疗愈者。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2张牌，来自宇宙当前给你的讯息关于2024这个龙年，你需要知道的事分别有哪些呢？感恩宇宙。那么这边呢，我有一个能量要跟大家补充了。2024年呢，有些朋友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有关于身体健康相关的事情，你想去咨询宇宙，或者是你想去比方说调整，或者是你需要去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变得更好的话，那么2024年会是一个成功年。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身体方面、健康方面有一些顾虑、有一些疑问、有一些想去改变的方向的话，2024年你有可能让自己的这个病情好转，因为我看到了有强烈的这种疗愈的能量宇宙会在这个地方帮你去补足。那么从你自己出发，从你自己的行动、自己的意志力、念力开始，再加上宇宙为你的调整，那么2024将会是痊愈的一年。恭喜你！好，最后2张牌，来，第1张牌，
第一张牌呢，我们是权杖10的一个逆位啊。这张牌讲的是第一个，2024年呢，有一些压力将会得到一种释放。这个压力呢，其实也说实话到达了一种极限和极点，也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那么这个压力到达极点以后呢，无论是你自己主动，还是说宇宙为你调整，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看这里啊，权杖10，后面是大山，然后呢，这边还有很多的蛇啊，它缠绕在这个人的这个身上啊。这个蛇呢，其实是灵性动物啊，这个蛇是灵性动物，它指向很多不同的方向。有的蛇呢是往山上，有的蛇呢是往山下，有的蛇呢是在往上啊。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呢，在众多的方向的拉扯之下，2024年你将找到自己生活的重心，你将从这些所谓的压力、这些石头里面啊，重新的重生。对，我觉得是重生。有些东西啊，压在你的身上已经很久了，无论是病情，还是说别人给你的舆论，还是说别人给你的压力，别人给你的负担，2024年都是去释放的一年。无论谁告诉你什么事情，无论谁去要求你什么做什么，2024年是完全的做自己的一年。最高女祭司，女祭司的能量不在乎别人的，她只是要自己要在一个远离喧嚣的地方，内心平静的去重生，去做自己，去感受，去有自己的判断。所以在2024年，如果有人想要去影响你的思想，有人想要去影响你的决定，那么他们可能无法做到。因为2024年很多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的思想、你的智慧以及你的判断能力将达到一个顶峰。好，第二张牌呢是宝剑七。这张牌的逆位就是在讲有一些关于世俗的东西将会被你打破，世俗的规矩，或者是说别人一直以来对你的一种评判，将会在2024年彻底的全面的被击破。你将有机会去打破一个束缚，打破一个所谓的限制。你将在2024年去达到自己的人生自由，或者是说重生来获得你需要的自由。关于2024年，宇宙还说如果生命当中有想去欺负你的人，或者是有那种对你不好的人2024年呢，他们不会得逞。有的时候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一些，比方说在精神上影响我们的人，在情感上勒索我们的人，或者是在物质条件方面去胁迫我们的人，或者是限制我们的人。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可能都会有一些所谓的被限制。但是呢，宇宙呢在2024年将要让你去重生和蜕变。这些曾经在生活里无论是条件上限制你，精神上我觉得是束缚你，或者是说在情感当中勒索你的人2024年他们将没有办法对你有任何的牵绊。你将在2024年完整的、全面的去实现自己的突破，实现自己的自我成长。你将可以去把自己的能量还有你的潜力完全的激发出来。而在你的人际圈里，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的人际圈里将在2024年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你之前的朋友，你之前的就是跟你有关系的这些人都将离去。2024年你有可能会比较独立的去做自己，甚至不是特别喜欢跟某些人去连接。但是呢，2024年你的生命当中会出现新的朋友，会出现新的想要去向你靠近的人，还会出现一群跟你很像的人，但是呢，他们的能量没有你高，没有你厉害。所以呢，2024年当你去成功蜕变，做成了自己这个宝剑皇后之后，或者是这个最高女祭司，你将看到，你将遇到真正跟你契合、精神契合、灵魂契合的有缘人。对。所以呢2024年呢是属于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美好，你们的平静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的平静，以及在自我决心当中的蜕变和成长过程里，你将彻底的实现一次人生的转型。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前祝福第二副牌的朋友，祝你们成功。
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大黄蜂碧玉。大黄蜂碧玉的能量呢，其实带有非常强烈的一种积极还有阳光的感觉啊。那么在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压力，还有社交里面的压力啊，这种无形的一种影响，还有这种外界环境吧对我们的一种干扰啊。那么这种所谓的干扰之下，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看不见自己的内心，或者是听不到自己内心的一种召唤，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被一些所谓的干扰能量啊，被影响 ，OK， 变得消极，变得紧张，变得恐惧。那么呢，在大黄蜂碧玉的能量之下啊，它呢可以非常好的去帮你抵挡所谓这个来自社会还有社交里的压力，让你能够重新去看到自己的内心，去读懂自己灵魂啊，或者是灵性当中希望你去成长的弄明白的方向。所以呢，这个是大黄蜂碧玉的能量啊，我觉得很像一个护身符，很像一个小太阳啊，送给第3副牌的朋友。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关于你的2024这个龙内年的龙年 ，OK？ 那你需要知道的是啊，你需要知道什么样子重要的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给出的主牌能量。今天第3副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古老森林啊，你们的能量是一个古老的森林。那么在古老森林里面啊，我们最强烈的一个感应吧，就是我们一想到古老森林，第一个呢，可能就是想到古老的树木，对吧？很多很多的树，而且呢，在古老的森林里面啊，这个树的年龄都非常的大。这些树，它们看起来都是独立的个体，但事实上呢，它们的根系早就盘根错节，密不可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树林啊，古老的树林，它组建起来的其实是一个社区。因为在这个树林当中，其实不仅仅它酝酿着，它承载着非常多的生命体，它自己也是生命体中的一环。在这样子的能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生物界有一个循环，有一个体系，它们相互的共存，相互的依赖，也相互的去支持。所以呢，在这个能量当中啊，其实我觉得第3副牌的朋友，我感觉到最强烈的一个能量的感应，对于你2024啊，宇宙非常希望你能够知道，你不是一个人。OK， 你不是一个人，你在一个群居的环境里，你在一个社会的圈子里。那么我们看到群居，看到社会啊，我们又想到这个大黄蜂碧玉。有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啊，或者是这个圈子给我们的是压力，是一些无形的一些紧张。但有的时候呢，这个圈子，这个所谓的社会，却能够为我们带来相互依存的能量，或者是相互能够照应的环境和条件。所以能量本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是我们自己怎样去解读，我们自己怎么样去运用，我们自己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所谓的态度，这个心态，才是真正决定了我们心里所拥有的这个好还是不好的这把尺子，对吧？所以呢，对于2024年，我觉得宇宙希望你能够了解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的圈子。OK， 你的社会圈、朋友圈、人际圈、社交圈，包括你自己独立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围绕着你？你每天是怎样生活你生活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书，有什么样子的朋友陪伴？你生活当中是自己一个人，让你的兴趣爱好陪伴着你，让你的小宠物环绕着你，还是说你把自己隔离远离这个，比方说社交媒体，还是说跟社交媒体大量的去相互的连接？那么这就是你的一个环境，这个就是你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社区。那么这个社区里 OK， 你要去选择，你要去甄别 OK， 那么哪些能量是给你带来所谓的这个彩虹的希望，哪些能量可能给你带来的是压力，那么你就需要去 OK， 有这个大黄蜂碧玉的这个能量我觉得是让自己不要被影响，转变自己的观念，转变自己的态度。我相信2024年对于第3副
来讲啊，应该是一个团队，应该是一个有集体意识，应该是一个有很多朋友，应该是一个很热闹的一年。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吧。我们现在呢来抽牌，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啊，关于这个2024，宇宙希望你知道的事情有哪些？好，感恩宇宙。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啊，这个大黄蜂碧玉的朋友，2024，宇宙希望你知道的事情，你需要知道的是，感恩宇宙。好，第1张牌是权杖4。这张牌呢，我听到的内容啊，就是2024年对于第3副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社交年啊。这个牌给我很强的这个能量啊，从当前的 community 你们抽到的主牌到你们的这个大黄蜂碧玉啊，我觉得这个能量指向的是一个社交年。OK， 那么在疫情期间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因为这个不能出门的原因啊，也许没有办法去认识很多的人。也许没有办法跟你的圈子去一起去，比方说一起玩，或者是一起去共事啊。那么2024年开始，这个龙年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走入圈子、走入群体、走入社会这样子的一年。无论是工作当中、学习里，还是你的情感生活啊，那么2024年呢，你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围绕在你的身边和周围。首先呢，我看到啊，2024年其实对于第3副牌的朋友来讲，会有很多的活动。OK， 如果你已经上班的话，那么这个活动有可能是公司里的；如果你在学校读书的话，这个活动也许是你的专业啊，你的院系，或者是这个学校本身会在2024年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包括社团活动，也许你都能够看到你感兴趣的、你喜欢的，或者是你会被别人选中，拉进一个社团，拉进一个圈子。那么再来讲到感情的话，如果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你还是单身的话，2024年我觉得你是有很多机会结识新朋友的。OK， 那么如果你当前已经有情感对象的话，2024年对于你来讲也许是一个特别好的年份，你跟他的感情关系也许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2024年里面啊，你们的感情也许会收割非常好的我觉得这边是有些朋友就是有仪式、有纪念。我们刚刚不是才过了这个情人节嘛？那么情人节本身呢，对于已经有伴侣的朋友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节日。这一天呢，可能你们都会大方的 OK 努力的去向对方或者是给对方展示你们对彼此的深情和厚爱。所以同样的道理啊，如果是已经有伴侣的朋友，我觉得2024年你可以看好你们的情感有一个美丽的结晶，或者是有一个美丽的仪式。你们在一起也许会一起出去玩，一起去参加活动，那么你们的感情将会更加的紧密，也会得到我觉得是更多人的关注，更多人的祝福。2024年呢，因为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啊，你是在人群当中的第3组牌的朋友啊，你在人群当中，所以你的曝光度、你的可见度啊，我觉得是很高的。那么在这里呢，可能有很多朋友都会想去说 OK， 我要让自己对吧外形更好，所以你有可能会去在2024年我觉得是更加好的一种外形吧，不仅是提升你的自信心，也是让你更好的去走入这个团队。OK，让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信息。对，2024年呢，其实很多第3组牌的朋友啊，无论你的性格是内向的还是外向的，2024年你会得到很多别人的邀请，所以你的可见度很高，你可以自己去走入别人的圈子。我也觉得会有跟你相互契合的圈子来主动的邀请你，这边有可能是合作案，
也有可能是兴趣小组，或者是 OK 对你很感兴趣的人，他们可能会向你靠近。所以2024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呢，去遇见你们的人。怎么讲呢？我们在讲家庭的时候啊，可能我们会把血缘加进来，但是等我们长大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真正的家，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血缘，不一定是所谓的有血缘关系的谁谁谁，或者是感情关系的某某某。这个家，这个 family， 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相知相惜吧。有的时候，一个很好的朋友，一个很懂你的朋友，就足以用他的一个个人力量，去让你感受到这种家还有温暖的存在。所以，如果当前第三座牌的朋友，你觉得有一点孤单无论这个孤独和孤单的感觉是从哪里而来，我觉得2024年你将不再孤单，你将不再孤独。OK， 你会遇见属于你的人类，或者是属于你的跟你相近的一个就是这个圈子嘛。那我觉得你会觉得自己就是被接纳，你也会主动的走入，我觉得是可以接纳你的，真正能够 OK 理解你、看懂你的这些人到他们的身边去。所以2024年也可以讲是一个回归年。这个回归并不是说一定要你去哪里或者是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回归是找到和自己类似的，找到自己契合的，走入自己喜欢的，就是真正自己喜欢的人群中去跟大家打成一片。我们在讲一个人可能很好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但有的时候如果真的能遇到一个或者是好几个大家很合得来的人，那么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分享本身很幸福。好，来，我们继续往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2024你需要知道的是，来自宇宙当下给你的指引是什么呢？感恩宇宙。OK， 来，掉下来了这张牌是什么呢？权杖侍者。这张牌呢有几个信息。首先第一个呢是这样子的有一些朋友呢在2024年有可能会迎来自己的新机会、新机遇。这个新的机会呢还有新的机遇呢，也许是你苦苦寻找，或者是说你一直在寻找的一个你感兴趣的、你喜欢的人生方向。那么这个能量呢有可能对应在第一个，就是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找到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找到自己接下来所谓的这个使命、这个天命究竟在于哪里。 OK， 那么一旦我们找到了自己所谓的人生方向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开挂的感觉，你会觉得自己每一天早上睁开眼睛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等着你嘛，它不是一种包袱，不是一种压力，而是你会很振奋精神。你看大黄蜂碧玉振奋精神，想做想去把它完成，想去创造。 OK， 所以你2024年其实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了很强的一种火元素的能量，就是那种燃烧的感觉，生命在你的手里是燃烧，而2024年的这个日子对于你来讲会过得很快。为什么呢？因为你很快乐你很快乐，你很开心。我这边感觉到很强烈的那种彩虹般的光芒，然后是笑容满满，积极乐观。OK， 那么在权杖侍者这里还有第二个能量信息，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呢，就是你的可见度很高嘛，我刚才讲过你会就是招来很多喜欢你的人你的吸引力、你的魅力指数包括你的外形可能都会得到很多人的追捧。看看你是做什么工作，看看你是往哪个方向发展，我会觉得2024年就是你周围会围绕很多的人，那他们就是喜欢你他们就是被你的某一种魅力所吸引。对，好，
关于2024你需要知道的事情，然后我们有一个圣杯骑士啊，那么这张牌呢就表明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啊，如果你是单身的话，那么在这么多人啊众星捧月之下呢，你是很有机会遇见一个浪漫的爱情的，或者是浪漫的一个邂逅的。在这里呢，我感受到的能量是说，有一个很喜欢的人在等你。在等你去接受他，在等你去跟他相遇，在等你一起去，比方说旅行，在等你一起去，我觉得是走入你们情感的下一个阶段。所以对于感情来讲的话，其实我这边感觉到有一些朋友啊，2024年可能会收割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有可能是别人对你的求婚，这个好消息有可能是你的求婚得到了成功，就是你求婚嘛，你向别人求婚，然后对方愿意，一切都是迎来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里程碑，你们会很高调的走到一起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这边感觉到的能量其实是很高调的，不是那种暧昧的暗恋的而是很高调的走到一起，是正儿八经的有仪式感的恋情，甚至是很高调的宣称 OK 你们的爱。好，最后一张牌，最后的一张牌呢是圣杯7。关于2024年你需要知道的事情2024年呢真的是一个很忙的一年吧我觉得是很忙。这个忙呢表现在哪里就是你周围的人多。OK， 你周围的人多，而且周围的人他们并不一定是来自于同一个环境或者是同一个圈子。这些人呢，有可能是来自于，比方说你的家人，有可能来自于你的工作，有可能来自于你的学校，有可能来自于你的网络网络的这个社区，对吧？你的观众、你的客户或者是你的这个老板，我觉得是有很多不同的人士会在2024年呢有机会你跟他们去有一些接触你的能见度在2024年非常的高。那么在这些众多的人际圈子里面，你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有些朋友，如果你很希望遇见一个核心技术人才，你很希望遇见一个好的老板，你很希望遇见自己的爱情，你很希望遇见自己的正缘，你很希望遇见自己的灵魂伴侣等等等等的，那么2024年将会是这样子的一个遇见之年。你会有很多的选项选项我觉得是选择的权利会握在你的手里。那么在这么多的人围绕着你你会遇见那么多的人，我觉得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讲的话，会是一个让你很兴高采烈，会是一个让你很开心振奋，也会让你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点疲累。这个疲累我觉得是社交疲累，因为你们的能量是大黄蜂碧玉嘛，它帮你阻挡的就是社交圈里或者是社会当中有可能给你带来的一些压力和困扰。那么我想在这里呢，想告诉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无论外界的这个社交，还有你的圈子怎么样去跟你之间做这个互动你一定要在自己的心里知道自己是谁，这样子呢，你就能够最好的去找到，最快速的去找到和自己心有灵犀，和自己相互的理解的这些我觉得是灵魂家族吧，可以这样讲。他们可能来自于各个方向，对吧？好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2024龙年你需要知道的事，来自宇宙的具体指引是什么呢？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感恩宇宙，关于2024龙年你需要知道的事情。OK， 第一张牌 Be yourself， 做自己。这张牌呢，在2024这种强烈的社交，或者是进入到一个社交的一个，我觉得是很旺、很频繁的一个频率里那么做自己尤其重要。你会遇到很多的人，那么只有遇见跟你心有灵犀的人，
你才会真正的觉得回归，才会真正的感觉到自己是不孤单的、不孤独的，因为你被强烈的理解，对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到了独角兽，说明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啊，2024年呢，你将非常认真的、勇敢的不惧怕的做真实的自己，说自己的心声选自己心中之所爱，走自己心里真正想走的路。 OK， 你的决定，你的选择将是自己为自己负责任的，而不是说 OK 听别人的，或者是让别人帮你做。2024年宇宙希望你能知道的事情就是你越是做自己，做真实的自己，你就越能够吸引到和你相互契合的灵魂家族也许在2024年你会拥有自己的灵魂家族。那么一旦你拥有了这个灵魂家族以后，你就再也不是一个人了。你可以遇见可以说真心话的人，你可以去倾诉你真实的想法，并且对方还能够深刻的理解你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宇宙说2024年呢，宇宙会召唤你去做真实的自己。那么一旦你做真实的自己以后，你将看到自己的力量，你将看到自己的光亮，你将看到自己的强大。越是人多的时候，越是庞杂的时候，就越是要勇敢，越是要真实，你才能够与众不同，你才能够被跟你一样的人被他们看见，被他们发现。所以这也是最快的、最有效率的去找到2024年也许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到跟你心有灵犀，找到跟你心心相印，找到跟你有缘的人你们将携手一起去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好，我们来看这个2024年宇宙希望你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感恩宇宙。OK， 那我们抽的呢是 speaker， 这个是一个演讲者2024年呢，我觉得宇宙很希望你能够去勇敢的、大声的去为自己发声我觉得这里有几个信息吧。首先呢，我觉得对于先讲一个工作当中的事情我觉得工作当中，无论你是想让自己去遇见新的老板，找到新的机会，还是说找到跟你能够一起创业的同事和朋友，又或者是找到技术核心的人才，2024年呢，其实需要你去把你的观点、把你的想法、把你的观念大声的说出来。所以我觉得这边是有一些自我销售或者是自我营销的能量在这里。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把自己的真实放在一个人群当中，我们不仅仅是给自己创造了机会，我们其实也是在给跟我们有缘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可以在当下人生一起走的这些人我就是给他们创造一个选择的机会。因为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可能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跟自己契合的人而是我们没有遇见，对方也没有发现我们其实是谁，对吧？所以你要真实的做自己，说出自己的真心话，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自己真正的一个诉求那么2024年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你可以去往就是沟通能力，就是去发展自己的沟通能力，去发展自己的演讲能力，去进一步的让自己的这个语言为自己是加分语言能力那么第二个能量呢，这个 speaker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说2024年吧，很多朋友你们将找到自己的天命我们在讲天命的时候呢，其实会有很多版本的理解。有一种天命的理解呢，是说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找到适合的领域，找到适合的岗位我觉得这个呢，只是天命的其中一种显化的方式。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讲天命或者是这个使命的时候，
也有所谓的内心的一个能量啊，也就是说，无论这个事情是什么，外界的这个显化的具体方式是什么，无论是什么，其实最后都是修的自我内心，修的是你的灵性。所以呢，在这里啊，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并不是说2024年你可能一定要去改变什么具体的东西。那至少呢，我觉得2024年啊，我觉得你会更多的理解自己，更多的去发掘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这样选，那个真实的灵性当中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存在。当你能够理解自己的动机，当你能够理解自己的真正心之所向的时候，那么你会感觉得到生命在你的面前将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了，一切都不再是庞杂的，一切都不再是混沌的，而是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每一个选择究竟为什么而做，你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究竟爱什么、喜欢什么，从哪里来，想要接下来往哪边走。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一张牌。最后的一张牌呢，我们看到是 teaching 这个是教书。 OK， 这张牌讲的是呢，2024年你会影响很多年轻人，你将影响很多可能跟你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是说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会在2024年往这个教别人或者是教育方向去发展。也许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心里一直都有一个老师的梦想因为我这边看到 community， 它讲的是社区嘛，那么社区里面就有很多的人，就会有很多的，比方说需要有很多的大家各司其职，对不对？那么在这个社区当中，这个大的环境里面，也许是真的很希望，或者是很需要一个老师，一个引领者。无论你很厉害的方面是什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有些地方其实根本就不行，但是我们在讲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而你要做的只是把自己的独特，把自己的强项发挥出来，并且跟别人做分享，你就已经在影响别人，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你在教别人。那么2024年呢，如果这边有一些朋友有跟什么年轻人孩子OK， 同学呀之间有连结的话呢，我看到2024年你会是他们心中很好的一个老师形象如果你想去做老师，如果你想去教别人的话，那么2024年的这条方向将会是非常有利于你的。 OK， 好，我们看完了这一副牌呢，就来进入到今天的最后2张牌这个2024宇宙需要你知道的事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2张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指引，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特别提点来，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最高女祭司。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宇宙在讲第一个呢就是要做自己，独特的自己。第二个呢，其实我感觉到就是有这么多的人围绕在你的2024，其实是蛮需要精力的有的时候这个精力跟体力是不一样的。可能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很累比方说我们去种菜，我们去这个建房子，这个可能花的是体力那社交跟人打交道花的就是精力，费脑费心。那2024年呢，我觉得宇宙在这个地方给第3副牌的朋友一个提点我觉得你在社交里面会做得很好，但是呢，社交真的是花精力，你需要去时不时的让自己抽离，时不时的让自己，我觉得是冷静，并且去给自己的能量做一个充电。OK， 女祭司第二个呢，我也看到宇宙给你的提点是说在这么多人的能量这个相互作用当中我觉得有一些人呢给你的能量未必是你需要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宇宙在这边呢给你的提点就是说
2024年呐，这么多的人，对不对？那每一个人呢都给你讲话，每一个人呢都给你意见，每一个人呢都有他们的观点，你要怎么样去筛选？你要怎么样去选择跟谁更加的亲近，跟谁可能只是一个我们在讲蜻蜓点水，泛泛之交。有些人呢想接近你，也许他们带着目的和动机；有些人呢，可能你又很喜欢。那么在这里其实是需要很多的智慧我觉得是需要很多的智慧去跟他们好好相处，并且呢，也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能量。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一天24个小时。如果你遇到了你很珍重的人，你很喜欢的人，那么自然而然的，也许你想跟他共度更多的时间，也许对方也希望你能够给他更多的关注。可是呢，在你的周围也有很多的莺莺燕燕，也有很多的这种歌舞升平，你要怎么样去拒绝？你要怎么样去友善的离开？你又要怎么样去跟他们共同的相处？是需要你很多的智慧，也需要你很多的勇气你看 speak up， 有的时候你需要说出来所以拒绝的艺术在2024年可能也是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要去修的一个课题。好，最后一张牌啦，宇宙给你的一个提点。那么我们这边呢是权杖三是权杖三。这张牌呢讲的是一个遥远的或者是一个远大的目标跟理想。权杖三呢也有很多的所谓的计划还有安排。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人他是站在这个土地之上嘛，权杖比较像他的拐杖，比较像他的这个可以倚靠的东西。他的这个风景线呢是非常遥远的，是非常壮阔的。远处呢还有一个太阳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充满希望的，充满着这个理想的，充满着这个伟大的目标的。那么这种振奋的精神昂首挺胸的自信，我觉得是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全年的一个能量的总体。那么在这里呢，宇宙也是在小小的提点，你看在这个人的脚边有一条蛇出现，说明呢有的时候我们去计划远大目标也好实现人生理想也好，追逐这个梦 fame， 我们在讲的是这个名誉，对吧？更高的更远的更大的，我们要小心脚下小心脚下。宇宙说你要小心你的脚下。你的脚下是什么呢？第一个，你的健康；第二个，你的脚下是你的稳定的基础。那么你的稳定的基础，2024年你将找到你的社区，你将找到你的契合的好朋友，相知相惜的人。但是也许在你生活当下就已经有爱你的、支持你的、挺你的朋友，或者是挺你的家人，甚至是孩子。那么这些人你当前就已经有的这种爱你的人，或者是你爱的他们，我觉得也是宇宙在2024年希望你特别关注的对象。不要让他们等太久，不要让他们失望，不要让他们觉得你好像已经走了我觉得社区这个能量呢，其实是一个很活的能量。我们其实一直都在一个社区里，有的时候这个社区的人会变，有的时候这个社区可能会人变多，有的时候这个社区里的人会变少。但是无论是怎样我们都要去珍惜我们已有的环境。所以感恩，我觉得是能够让第3组牌的朋友在2024年越走越好，越走越旺。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所连结。那关于这个2024龙年，宇宙希望你知道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前祝福第3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祝你们成功。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4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美丽的孔雀石。那么孔雀石的能量究竟在讲什么呢？它讲的是让我们朝向自己喜欢的方向去改变，去前进。所以呢，在孔雀石的能量里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幻化不出来的。孔雀石本身呢就代表着美丽，也代表着你看这里的形状非常的
多，然后呢没有所谓的一个限制一个规则，每一次的转变它的图腾，每一次它的这个形状都是美丽的化身。所以呢我觉得第4副牌的朋友吧，你们选择这个孔雀石嘛，我觉得在你的能量当中有那种韧劲有一种韧性所谓的不服气，所谓的一定要，所谓的要让自己变成真正自己喜欢的样子。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是来看一下关于2024年龙年你需要知道的事。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你的主牌。第4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你们抽到的是一片草原。那么在这个草原的这个风景里面我们看到了一条路，仿佛是一个邀请是一个邀请函，它在邀请你走进去，它在邀请你往前走往你希望的方向走。那么太阳呢也在这个地平线这里慢慢的升起为你照亮这个方向，为你去导航。所以呢在这个能量里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对于第4副牌的朋友来讲，2024年宇宙第一个想要你知道的事情就是不要停，不要放弃，继续往前。这张牌卡其实给我了一种能量它其实是在传递着第4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项目没有完，你的一个人生的阶段没有走完。2024年对于你来讲更加像是一个继续前行，承上启下的一年。在你心目当中可能有一个目标，在你心里可能有一个心愿，在你的心里可能有一个理想，这条路你已经走上去了已经开启了，你过去已经在走这条路了。但是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你还没有到达，也许你需要更多的时间，也许你需要去继续成长，也许之前还经历了一些阻碍，那么这些都不是你停下来的理由，可以这样讲。2024年宇宙希望你继续向前，继续承接着你之前的方向努力进发。你的目标，你的希望，你的成功在前方。OK， 那有一些朋友这个能量呢也在告诉我，如果过去你经历了一些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呢让你印象深刻，这些事情呢让你有一点辗转反侧，我觉得宇宙当前呢给了你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就是说不要看过去也许过去有人打压你，也许过去有人否定你，也许过去有人拒绝过你，但是呢那不是真正的你。你要相信你心里的目标人呢其实是会转变的，人是会蜕变的。就像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可能有的时候状态不好，别人会给他评价，觉得他丑，觉得他胖，觉得他不好。那么人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改变自律之后，可以变得美丽，OK， 可以变得健康，可以变得生机盎然。同样的第4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宇宙当前想传递给你的能量就是你要通过你的当下和2024全年的展开，去转化成你喜欢的模样，去坚持走自己的路，这条路继续走，走下去你就赢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好，第4副牌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连接宇宙的能量来听听看具体的关于2024宇宙希望你知道的事情，你需要当下知道的事有哪些呢？感恩。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第4副牌的朋友2024你需要知道的事情。OK， 第一张牌是金币6。这张牌人有两面性。OK， 这个能量的两边来讲，第一个人有两面性。我听到有一部分的朋友宇宙希望告诉你你遇到的人你过去遇到的人，他们有的人呢给了你，比方说笑脸，有的人呢给了你冷脸，对吧？冷脸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对你可能有点不冷不热你可能觉得人家态度不好。
那么宇宙呢，希望你能够明白啊，每一个人都有两面性啊，每一个人都有两面性。对你好的人呢，那一天也未必就是那么喜欢你，也许只是那一天他心情很好。那么那天对你不好的人呢，也未必就讨厌你，也许只是那一天啊，他自己有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宇宙当前呢，很希望第四副牌的朋友能够理解人的两面性。那么同样的道理放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心情好，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有的时候呢，你状态不好啊，由于各种原因，你可能就会觉得怀疑你自己的选择，或者是犹豫你所走的这条道路是否是值得，是否是正确的。宇宙希望你能够明白，这样子的一个两面性的你其实很正常，这样子的两面性的你都是真实的你。人生的这条大路当中，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所有的人都在左右的摇摆、左右的犹豫当中慢慢的摸索前进。宇宙说，希望你能够去平衡那个很开心、很积极的你，那个有的时候有点消极、有点颓废的你。宇宙说，只要你的心中对于这个目标不放弃，你坚持，那么有的时候慢一点，有的时候快一点，没有关系。宇宙说，它会在2024年为你展开一个太阳这个光亮为你照亮前方的路。只要你走下去，只要你坚持下去，你就一定会到达。所以呢，金币6这个牌第二个信息呢，宇宙希望能够你明白的是，只要你努力，只要你付出，只要你坚持，宇宙会同等的回报给你好运、成功和祝福。好，我们来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个 Temperance 这张牌呢是节制牌。那么宇宙呢在2024年我觉得他非常希望你能够了解饭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希望所有第四副牌的朋友呢都能够平和的、稳定的往前。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控制，有很多的所谓的中和。在 Temperance 这张牌里面，其实有很强的能量是在讲，就算你的梦是好莱坞的梦我们做个比方，好莱坞的梦嘛，就是很 fancy很豪华很光鲜亮丽也很高级但是也很难，对不对？我觉得宇宙希望你能够明白你的这个好莱坞之梦，打个引号，无论这个梦是什么，宇宙说，请你慢慢的来，一点一点的去做 ，OK？ 那么在好莱坞的这个梦里面这条道路当中，只要你能够慢慢的来，一点一点的去做，享受这个过程，不要逼自己太快，也不要所谓的停在那里不行动。那么终有一天，你会在快乐中、欢声笑语当中 ，OK， 甚至是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天你就会到达那个彼岸。所以 Temperance 这张牌呢，我觉得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能量很像它也是在讲生活本身呢，这个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缓缓推进的一个道路吧。那么希望所有第四副牌的朋友不要心急，不要去太过于的逼自己，但同样呢也不要去所谓的放弃也不要颓废，也不要放弃。Temperance 这张牌呢就是在讲，以你喜欢的速度，以你能够接受的某一种节奏去打开自己的光明未来。Temperance 这张牌呢还有一个能量宇宙说2024年宇宙会派给你守护天使或者是大天使的守护 OK 来保护你，来给你祝福。所以我觉得第四副牌的朋友其实2024年宇宙会给你一些我觉得是那种奇迹般的，或者是好运，或者是惊喜来祝你来给你打气，来让你知道其实你是有被他深深疼爱的宇宙的孩子这个是 Temperance。 好 OK， 我们继续来看2024年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看这张牌宝剑6。这张牌呢，我听到的是
我们生活当中啊，一般都是在讲前进、前进、向前进，对不对？我们要去追逐那个更大的，我们要去努力那个更好的，但是呢，生活啊，我们其实要学会足够，我们要学会有的时候适可而止，我们要有的时候学会让自己休息，我们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学会后撤。那么宝剑六这张牌呢，其实我听到的信息啊，宇宙在讲，不是所有的 party， 不是所有的聚会，不是所有的邀约，你都必须要参加。2024年呢，其实我觉得很多第四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以平衡的综合的这种频率去走和打开的话，对你们是最好的。你们的能量当中有很多这种平稳的数字6啊，非常的平稳。它讲的是稳定的前进，稳定的求胜，或者是稳定的成功。在这个宝剑六的能量当中呢，我第一个听到的啊，就是有些东西呢，其实可以让自己选择性的接受，而且是选择性的拒绝。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去，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参加，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定要。你要看自己的 OK， 自己生活里当下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己最开心，什么事情你觉得最有兴趣，那么你就去做。那么至于那个让你不开心的，或者是你当下觉得没什么意思的，或者是让你觉得有一点难受的、难以接受的，那么就等一等，暂时先不去，先拒绝，对吧？所以我觉得生活的主动权完全是掌握在第四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手里掌握在你的手里。这个过程本身我觉得是挺舒服的让人觉得挺舒服的。好，那么第二个呢，在宝剑六这里我还看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在讲2024年呢，你们会有一个所谓的过关的能量你会有一个过关的能量这个过关呢，比较像是我在主牌里看到就是这个草原嘛草原的这个信息呢，讲的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我们人生的这个大路当中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可以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讲没有什么人能够一帆风顺。那么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遇到了挑战，如果你遇到了比方说对你态度不好的人，对不对？如果你遇到了一些有挑战的事情，有难度的东西我觉得宇宙非常希望第四副牌的朋友，就是你们要勇敢的继续向前勇敢的继续向前。就有的时候吧，这张牌给我的能量就是有的时候吧，不要太在乎面子不要太在乎面子。有的时候呢，也不要太去争所谓的输赢不要太争所谓的输赢。你们要看自己心里的那个目标跟方向如果我们太在乎输赢，太在乎面子，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让自己的眼光比较的狭隘，或者是比较的短浅。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要注重细节，我们要去争所谓的细节，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着这个天使去展翅高飞，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能够让我们在生活里过得更加的轻松和恬淡。所以宝剑六的能量呢，我也觉得宇宙在这个地方给你的提点呢，就是不要太去在乎所有的事情，不要太去在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要学会往前走，往前看，把过去停在过去，放在过去。我们要着眼于当下，并且勇敢的去朝向未来的美好还有希望。好，最后的一张牌。最后的一张牌呢是宝剑8，这张牌讲的是解锁自己。OK， 解锁自己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是有的时候呢，可能第四副牌的朋友就说如果你有的时候被别人针对有的时候你觉得被别人针对，那么这个所谓的针对的能量可能也是我们所谓的别人有这个念头，但是你接受了别人的这个念头。如果有这个能量的话，怎么样去转换呢？宇宙给你的一个解药就是让自己走出来。别人给你的针对，别人给你的这种能量你不去接受，
你不去让这个能量影响自己，你不会因为别人对你的不好评价而不好的评价你自己，你就赢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生活当中也许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就是不喜欢我们，他就是讨厌我们，他就是可能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比方说挑三拣四明明做得很好，非要挑三拣四明明只是这个事情可能出现了一些纰漏，他非要针对你这个人，说你不认真，说你不勤勉。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四副牌的朋友，你们就一定要清楚的知道，这个人他针对你了，但是呢，你不是这样子的人，你明明很认真，你明明很勤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在这个地方没有做到完美。那么无论这个人他怎么说你，怎么拒绝你，怎么评论你，你都不要把他给你的评论变成你对自己说话的声音。你要告诉自己的是，我很努力，我很认真他说的并不对。这就是强大，这就是内心的强大和稳定。所以呢，我看到这个能量吧，其实它某种程度也在告诉我有一部分第四副牌的朋友，在你们2024年的这个时间段里面你们有可能会被别人就是说关注，因为我看到可能有些事情你做得很好，而且呢，在某些地方我觉得你走得很顺利走得很快速，你的成功，你的这个聚光灯打得也很强。然后呢，2024年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好运这个好运的能量就是说，平常人都是1:1多少努力多少结果，你在2024年可能有更多的好运，更多的这个奖赏来到你的身边，这个是宇宙对你的特别疼爱。那么这份爱是有可能遭到别人的嫉妒的是有可能遭到别人嫉妒的。所以说第四副牌的朋友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永远往前看，永远朝向自己心里的目标，不要被别人影响。2024年你一定会赢我这边感觉到2024年你一定过的是又轻松又顺利又恬淡，而且你所有的心愿都会一一的被实现。好，讲到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关于你的2024，宇宙究竟有什么样子的事情需要你知道。你在当下需要对你的2024年知道什么样子重要的信息呢？我们来一起抽牌，感恩宇宙。OK， 第一张牌是 Travel。我们今天第四副牌的朋友，你们是这所有的能量当中，我觉得是动感最强的一组动感非常的强。我看到你们整个2024年的这个能量都是在推进推进往前，推进往前。那么2024年呢，宇宙给了你一个能量是旅行 travel。2024年呢，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有商务旅行，或者是说有很大的合作案需要你去跨国、跨城市的合作。OK， 第二个呢，我觉得在旅行的这个途中可能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旅程。也许你会在旅程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事，遇见一些人，他们能够使你更加多的去感悟，他们能够更加多的去让你明白你不应该放弃，你应该更加的积极阳光的朝向自己的未来去进发。所以在旅程的过程当中，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些鼓舞你的人他们未必跟你时间很久，就是一直跟你在一个城市生活但是呢，他们也许在旅程当中可能跟你两个人的接触跟聊天里面，你会非常受他们的精神鼓舞，或者是你在旅程过程当中遇到的朋友使你非常的欣慰，使你非常的开心，使你非常的感同身受。人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放松的。那么每一个人都这个样子的话，在旅程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更好的去打开心扉，或者是能够听到更多别人真实的声音。 OK， 那么宇宙在讲旅程或者是旅途改变地点第四副牌的朋友，你们要记住是改变地点，这个是 location， 改变地点是你们2024年好运加持的方法。所以如果你比方讲这边给大家一些例子比方说你工作，你可以去选择开分店
对不对？那如果是比方讲，我们再讲一个例子，比方说你需要更多的资源的话，那么你当地的资源又非常有限，你可以考虑换一个地方，在更加好的资源的地方去打开你的市场，对吧？这个也是location， 我们所谓的积极的好的方向的变化。当然了，这边如果是感情相关的讯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第4副牌的朋友你是有可能邂逅的所以我今天其实读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感情里的信息，尤其是单身的朋友可能这个好运的加持也会在你的这个情感当中，在你的不经意的旅行过程当中去邂逅一段浪漫的爱情。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张牌。第2张牌呢，宇宙讲的是请你和自然做一个连结。第4副牌的朋友，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是喜不喜欢一些比方讲自然疗法或者是说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作息，或者是你很注重有机健康等等那2024年呢，宇宙其实是蛮需要你去跟自然做连结。那么其中第一个能量呢，我觉得是因为你2024年你的整个生活是在推进，不断的往前推进，也许你会忙，也许你要应对很多的事，也许你还要走很多的路这个是旅行嘛，商务旅行也好，或者是因为什么事情你要去跑路那么给人的感觉呢，可能身体上面还是有一点点辛苦的。那么宇宙呢，在2024年给你的一个提点就是注意健康吃健康的饭菜那么去吃一些有机的真正的这种营养的东西，而不是去吃那些加工的食品，或者是总是去吃油腻的食物那么你的健康能够保证你的精力，能够让你精力充沛，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草，我们都感觉到这种野蛮生长的力量那么你在比方说工作上、学业当中野蛮生长，那么你的身体方面呢，需要去搭配你的营养，让你用你的这个身体去帮助你去创造你的价值，创造你的成绩。好，那么第2个呢我觉得这边其实是有关于休息是有关于休息。我在这个能量当中呢，也读到一些这个能量就是当你累，当你有一点迷茫，当你有的时候走的有点慢，或者是你很想快但是却快不起来的时候第4副牌的朋友，你可以尝试去户外走走，哪怕是公园，哪怕是这个海边，或者是小山或者是你的后院、你的花园、你的这个阳台，你去照顾一下你的小植物，你去跟你的这个宠物或者是鸟儿无论是什么只要是自然的东西你去跟他们做连接，放下所有的焦虑，放下所有的烦恼，放下所有的你在想的那些事情，你会立刻马上在自然当中得到能量的补充，甚至可以得到很好的灵感，帮助你快速的转变帮助你快速的转变，去连接，去下载来自于高我和宇宙给你的祝福和具体的指引。所以我觉得其实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好运加持能量2024年还挺强的好了，最后一张牌，关于2024你需要知道的是感恩宇宙。关于2024呢，宇宙的最后一个提点呢，是需要你能够断定，为自己的信仰站起来。只有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你再答应。那么这个最后的一个能量呢，我觉得是有关于你的机会、你的选择，还有2024年，我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我觉得是众多吧在这个能量当中呢，我听到的是多选项是多选项。第一个能量也许在工作当中你会遇到很多人给你的一些机会或者是说别人给你的提案，
你的2024，我觉得是往前走，往前推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这种成功，你的闪闪发光是会被很多人看到的。那么在这里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时不时的啊，就是听到别人给你的邀约，或者是别人给你的一些提议。有些邀约，有些提议，也许是你非常感兴趣的，比方说别人邀请你跟他合作。或者是别人邀请你跟他一起啊去开分店等等啊，也许你觉得非常好，我想这样做，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肯定的说yes 我愿意，对不对？但是呢2024年呢，这边我看到有些朋友也许是时间有限，也许是精力有限，或者是你的这个方向啊，我这边明显感觉到你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那也会有人可能会觉得你的资源，你的这种能力很好，他们想要去比方说跟你合作，比方说扩展一个业务，或者是说把你的这个路扩宽啊，听起来好像很赞，但是事实上在具体的实行和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耗你很多的精力。OK， 无论是做事业的朋友啊，还是说我们在讲在工作当中我们继续去往前攀登的朋友，你们都知道，其实很多时候资源跟时间其实是挺宝贵的。那么有些邀约，有些合作案，或者是有些别人给你的一些项目听起来很赞，但是有可能会把你带偏。OK， 可能会消耗你大量的时间跟精力，而这个回报率和它的这个我们所谓的最后的结果，未必是你想追逐的那个最终目标。这个时候，第四副牌的朋友，你们就需要断定的拒绝那么甚至有人呢还会给你一些新的提议，很有创意的提议，这个新的提议跟创意的提议，甚至有可能跟你的信仰是有一点差异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选择你要怎么选择？所以宇宙在这个地方提前呢，为第四副牌的朋友我觉得给你的一个提点，你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你要断定，一定要断定。如果你不断定你去迎合，或者是你为了不让对方失望而委屈自己的话，那么你就真的可能会很累你可能真的就会很累了所以呢，宇宙在这边提前的告诉你，你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道路，你要坚持自己的方向，好不好？OK， 那么这边呢，我觉得唯一的一点我想补充的，第四副牌的朋友就是有关于一些感情里的信息感情里的信息是这样子的，感情里的信息呢，第一个我刚才讲过单身的朋友，其实你们的爱情在2024年，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邂逅，感情可能未必是2024年你的重点这个可能是一个附加的一个 bonus， 就是一个奖赏一样的东西你有可能会遇到。那如果说是已经有感情的朋友的话，其实这边呢，我感觉到情感的关系应该是属于那种如果这个人对你很好，那么你们的关系就会走得很顺利继续向前。但如果这段关系里这个人他对你不好，或者是说你们的关系一直是有一点失衡的话，我觉得2024年对于你来讲可能是一个过渡年，你需要在这种矛盾当中以及这种内耗当中去勇敢的看清楚事实，并且让自己可以走出来。OK， 我看到这个能量2024年其实你会去更加对齐更加对齐那个真实的自己，更加对齐那个所谓的让你身心灵都很放松的那个自己。所以2024年其实我觉得第四副牌的朋友你们这边是有好运的，天使的运势天使的好运会加持于你这边。那么你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美，相信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是可以飞起来的。OK， 那么想要去针对你，想要去拖垮你，或者是想要去内耗你的人呢，其实在2024年你是完全有能力，你是完全有这个智慧和这个眼光看清楚事实，并且我觉得是救自己。对，2024年我觉得是救自己该离开的需要你离开，那么该去你坚持的也需要第四副牌的朋友继续向前努力了。好，我们现在呢来看最后的2张牌关于2024你需要知道的事。最后呢是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个提点或者是一个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OK， 请宇宙给我们指引
第四副牌的朋友，关于2024。好，2024年的呢，这个能量就很有意思了啊。刚才我讲过啊，感情里呢是邂逅啊，那么邂逅的这个爱情当中，宇宙在这个地方想增加一个能量啊，邂逅的这个爱情将会是浪漫的感情。而且呢，这边也感觉到有一些朋友啊，我觉得在2024年你的情感会更加丰富，我觉得你的情感的表达和流露呢也会更加的顺畅。因为在2024年，我觉得你会在稳定的生活当中啊，多了一份坚持，多了一份自信，多了一份勇气和断定。那么在这样子的能量当中呢，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啊，对于情感当中，或者是你的感情生活，你也将更加坚定你的方向和你的道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更加清楚知道你需要什么样子的爱情，你需要什么样子的人的陪伴，你需要的是什么样子的情感关系，是滋养你的，是能够让你开心的，是能够让你快乐的，而不是拖累你，使你痛苦的。所以呢，2024年其实很多朋友，我看到你的能量啊，是更加勇敢的去爱，是更加勇敢的去表达你的爱，把你的这种美好、柔软，或者是你的这种有爱心的能量啊，是呈现给这个世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你呢，我觉得是在2024年对齐你的人生目标，对齐你的人生理念啊，向前走，好运就在这个路上。OK， 好，最后的一张牌，权杖二啊，权杖二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宇宙说呢，其实在2024年啊，你会有非常好的合作。那么这个合作呢，有可能是工作当中的啊，就是说2024年你有可能会遇到特别相互欣赏、有默契的合作伙伴。那2024年呢，你也有可能遇到跟你特别合得来的情感对象啊。权杖二的能量是在讲啊，这种同步性，你们的目标非常的一致，你们的理念非常的相同，你们的信仰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在你们具体的这种沟通啊、交流啊、做事情呢或者是合作的过程当中，你们会觉得啊，就是那种两个人两个大脑好像是一个人的大脑，非常的有默契，非常的可以有共识。所以呢，在这样子的合作里面啊，你们会感觉到这种兴奋，你们会感觉到这种热情，你们也会对你们所谓的这个未来啊，无论是这个项目的结果啊，还是说情感的目标啊，还是说你们想要去完成的一个课业课题呀，都是那种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的。所以如果第四副牌的朋友，当下你的生活里你觉得是自己一个人在走的话，那么宇宙呢，在2024年会为你派一个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讲很多个，对不对？但是我看到2024年你要面对的观众，你要面对的个体，你要面对的人际圈是1对1的亲密关系是1对1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工作当中可能会有那么一个人你跟他两个人工作特别的有默契，然后两个人都是一起去做事情，一起回来，然后一起去处理问题。OK， 一个人。那感情里呢，当然是一个人感情里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可能会特别欣赏你特别喜欢你，或者是你觉得跟他两个人在一起就像是一个人一样，你们两个人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四副牌的朋友今天呢为大家所连接关于2024年龙年你需要知道的事。那么提前呢就祝福所有第四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祝你们继续向前。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